怎么回事？他身上有东西。先生，请您站到旁边配合复检。旧伤。旧伤。先生，机场安检不是开玩笑，系统显示您身上有3处金属反应，请立刻配合检查。真香，你到京海没有？我跟你说，柳家丫头现在处境不太好，你爷爷临走前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一定要保护她。刚到机场，不过现在遇到点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你可别一回来就惹事儿。不是我惹事，是我身上几块旧弹片又把安检系统弄响。先生，请跟我们进入复检室。这真的是弹片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回京海相亲的人。箱子打开。这个箱子不能在这里开，机场里没有不能查的东西。老板，您到京海了？到了。机场有人要开磐石托管箱。谁给他们的权限？他们说，机场里没有不能查的东西。老板，30是，秒。我明白了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权限不足，您可以登机了。下次动手之前，先看清楚系统提示。住手！谁让你碰这个位置的？这是我的座位，你的座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刘总旁边的位置，就你这种人也配坐这里？你是谁？柳氏集团董事长私人助理王霸。我告诉你，刘总身份尊贵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靠近的。你刚才在安检口闹出那么大动静，现在又故意坐到刘总旁边，你敢说你不是冲刘总来的？我就是来见他的。听见没有？他自己承认了。刘总，就是他，刚才在安检口被带进妇展室的那个男人，现在又说自己是来见您的，我怀疑他就是打着婚约名义接近您的骗子。你就是石真香？是。不用解释，我不管你从哪里听来的娃娃亲，也不管长辈之间有什么约定，婚约是上一代的事，我不会认。你连我为什么回来都不问？没必要。我爸已经不在了，我现在也没心情陪任何人演什么婚约戏码，尤其是你这种刚进机场就被安保带走的人。刘总说的对，现在这种人最会装，先故意制造偶遇，再打着婚约的名义贴上来。今天要是真让他坐在您旁边，明天全京海都会传他是您的未婚夫。这里面有10万，算是赔你的机票和时间，拿着钱下飞机，以后不要再用婚约接近我。10万？刘总也太大方了吧！这小子赚翻了，坐个飞机还能白拿10万？我要是他，早就拿钱滚了。听见没有？刘总让你滚，10万块够你这种人花好几年了吧？这钱我收了，算你识相。不过我收它不是因为我缺钱，而是因为这张卡能证明今天是你主动花钱赶我走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相亲可以结束，婚约可以不认，但这个位置是我的，你们没资格动。小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这家航空公司都有柳家的股份，一个座位而已，我说封就封。柳家的股份什么时候能管到我的专属座位了？专属座位，你还真敢吹啊！坐个头等舱还让你坐出皇位来了，这小子真能装，估计是觉得丢人，强行找个台阶下吧。石先生，我已经给过你体面了，请你下飞机。刘总，您看见没有？他敢对我动手！石真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意思，机场里先给我扣危险人物的帽子，上了飞机又抢我的座位，现在还想碰瓷。一个私人助理敢这么明目张胆，背后没人，我是不信的。刘总，不好了！您的加密 U 盘不见了！什么 U 盘？刚才我明明把刘总的加密 U 盘放在文件袋里，现在不见了。那里面有集团最新的项目资料，
一旦泄露，损失至少几个亿。几个亿的资料，不会真是这小子偷的吧？刚才他就在刘总座位附近，还被安检带走过，确实可疑啊。除了他，还能是谁？你确定东西是我拿的？你先在安检口被拦，又故意接近刘总，现在刘总的加密 U 盘不见了，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？石先生，如果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请你配合检查。你想查什么？开箱、搜身，把他的东西全部检查一遍。我的箱子你们开不了，一个破行李箱还开不了？你以为里面装的是玉玺啊？刘小姐，你也这么认为？如果你是清白的，检查一下又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啊，清白就让人查呗。不敢查就是心虚。我看八成就是他。姓石的，我不管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也不管你背后是谁，刘总身边的位置不是你这种人能做的。这话是你想说，还是别人让你说的？少在这套我话！今天你要是不把箱子打开，就说明东西是你偷的。可以查，但你们要想清楚，我的箱子一旦开了，就不是一句道歉能解决的事儿。吓唬谁呢？你一个被刘总10万块打发的穷小子，箱子里还能有什么？如果东西不在我这里，你怎么赔？东西要是不在你那儿，我赔你100万，太少。那你想要多少？我要你承认自己扰乱航空秩序，栽赃诬陷，敲诈勒索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怎么不敢？你不是说我偷了刘总的东西吗？不是说损失几个亿吗？既然这么严重，怎么连后果都不敢承担？这小子好像也挺有底气的。王助理不会真是乱说的吧？谁知道呢？不过这事确实越闹越大了。好，东西要是不在你那里，我给你道歉；但要是在你那里，你必须赔刘总1个亿。1个亿？王爸，事情还没查清楚。刘总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您的安全问题。他今天能偷 U 盘，明天就能偷集团机密，后天就能威胁您的人身安全。这种人绝不能轻易放过。姓石的，敢不敢？1个亿可以，不过你没资格开我的箱子。你耍我？不是，我是说能查这个箱子的人还没到。怎么？你还要叫人？对，叫一个能管这架飞机的人来。你能叫谁？机场保安还是航空公司客服？你们不是都说柳家能让这架飞机起飞吗？那我倒想看看柳家能不能让这架飞机停下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不行，但我可以。你可以？你凭什么可以？你以为这是出租车？你说停就停，说走就走，这是飞机，是航空公司的飞机。怎么，不装了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个人涉嫌接近刘总，盗取商业机密，拒不配合检查。按照航空安全规定，现在就应该把他移交地面安保。王助理，这件事儿还没有定论。结论：刘总的加密 U 盘不见了，他又拒绝开箱检查，这还不够？你们是不是非要等柳氏集团几个亿的项目资料泄露，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？刘总默认了，立刻通知地面，把人带下去。王助理，机上专线不能随便使用。出了事儿你负责吗？刘总要是在你们飞机上出了问题，你们整个机组都得滚蛋。我是柳氏集团董事长私人助理王霸。我们头等舱发现一名高危可疑人员，涉嫌窃取刘总商业机密，现在要求立刻启动地面安全处置。先生，请您说明航班号和具体情况。这个人姓石，叫石真香，刚才在安检口就被带走复检，上飞机后又故意接近刘总，现在还站着刘总旁边的位置不走。他拒不配合开箱检查，态度极其嚣张，还扬言能让这架飞机停下来。您刚才说他叫什么？石真香。怎么，你们航空公司连处理一个可疑人员都不会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柳氏集团可是你们航空公司的重要股东，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立刻让柳副总打电话给你们董事会。王爸，你说谁？我说的是柳家的股东层。刘总，您别管，这种小事交给我处理。还有，这个人必须赔偿刘总的损失1个亿，现金保证金，钱不到人不能走。1个亿现金？对，1个亿现金保证金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确定要现金？当然，像他这种骗子，转账都能作假，我就要现金，押到飞机下面当场点清。可以，停机坪清场，钱和人一起到。听见没有？
人家航权公司都答应了，1个亿现金马上送来。真送钱啊！这小子不会真摊上大事了吧？1个亿现金，这得多少车才能装下？姓石的，你不是能装吗？等钱送到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塔台不给起飞许可？不是塔台不给，是系统锁了。系统锁了？谁有权限锁我们的航班？石真香，刚才电话里那个人是谁？一个来处理麻烦的人。处理谁的麻烦？他的。你还敢嘴硬？本航班暂缓起飞，所有机组人员保持原位。地面特别处置人员正在接近，请勿关闭舱门。看到没有？地面特别处置人员来了。姓石的，这次你死定了！等会儿钱送上来，你们都给我看清楚，1个亿现金，少1张都不行。还有这小子的箱子，必须当场打开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你们快看，外面来了好多车。我的天，10几辆奔驰大 G 押运车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豪车排在一起，这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看到没有，老子说什么来着？这家伙还真敢来送钱，等会儿我当场点清，少1分都不行。刘总您放心，今天我一定给您出这口恶气，让这穷小子知道得罪我们柳家的下场。秦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喂，你就是那个说要赔1个亿的家伙是吧？钱呢？赶紧搬上来。飞机为什么还不起飞？秦总，是这位王助理说要占那个座位，跟石先生起了冲突。你就是王八？没错，就是老子。钱呢？赶紧拿出来，不然我就让那小子好看。钱？我不是来送钱的。我是来执行公司规定，你涉嫌扰乱航空秩序、敲诈勒索、辱骂公司高层，按照规定，终生禁止乘坐本公司及所有关联公司的航班。你是疯了吧？终生禁飞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柳氏集团董事长的私人助理，这航空公司是柳家的产业，你敢禁我飞？我告诉你，识相点，赶紧给我滚开，不然我一个电话打给柳副总，让你明天就卷铺盖走人。柳家的产业，柳氏集团只持有本公司32%的股份，而我身后这位才是航空公司真正的控股股东，持股68%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个穷小子，连10万块都要刘总给，怎么可能是航空公司的老板？你肯定是被他骗了。是不是被骗了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把他带下去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知道我后面是谁吗？是柳天雄，柳氏集团的副总，刘总的二叔。他不仅会让你这个什么秦总滚蛋，还会让整个航空公司都开不下去。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得喝西北风。刘总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他们这么欺负我，就是打你的脸，打整个柳家的脸。等柳副总知道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终于说漏嘴了，看来柳天雄在背后没少给他撑腰，才让他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搅黄相亲。这趟京海果然没白来。老板，耽误您的行程了，飞机随时可以起飞。石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管理不善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我已经把今天当班的乘务长和机长都停职了，您看怎么处理都行。张成，你疯了？你跟他道什么歉？他就是个……刘总，你可别乱说。石先生是我们航空公司真正的老板，持股68%的绝对控股股东，我们所有人都是给他打工的。什么？我一直以为这家航空公司是我们柳家的产业，柳氏集团持有32%的股份，已经是最大股东了。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持股68%，而且这个人就是我刚才骂作穷小子的相亲对象。石先生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柳氏集团持有的本公司32%股份已经全部冻结了，即日起禁止任何交易、转让和分红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是我爸当年一手创办的航空公司，你们凭什么冻结我们的股份？凭什么？刘总，公司章程里写的清清楚楚，绝对控股股东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冻结任何股东的股份，我只是执行石先生的命令而已。别说冻结股份了，石先生要是想，现在就能让柳氏集团彻底退出航空公司，连一根针都带不走。我引以为傲的家族产业，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现在你还觉得京海的天姓柳吗？柳天雄费这么大劲让王爸叫嚣相亲，就是怕我帮你坐稳董事长的位置。现在股份被冻结，他肯定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没什么事了，让飞机起飞吧。是，老板。你到底是谁？喂，王总监，
什么事？刘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公司所有的对公账户全部都被冻结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部冻结了？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刘总，17个对公账户一个都没落下。刚才银行突然发的通知说，接到总行指令，暂停我们所有账户的支付结算业务。别慌，我来处理。员工工资明天就要发了，供应商的货款也到期了，现在1分钱都转不出去，还有10几个供应商堵在公司大门口，说再拿不到钱就拉横幅闹事。李行长，我是柳如烟，我们公司的账户怎么突然被冻结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哎呀，刘总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是总行下的死命令，我也没办法，您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王行长，刘总，您别说了，我知道您想问什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帮不了您。我接手柳氏集团才半年，本来就根基不稳，全靠父亲留下的老班底撑着。现在账户被冻结，资金链断裂，用不了3天，整个柳氏集团就会彻底崩盘。这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不能就这么毁了。他能一句话冻结柳家的航空公司股份，是不是也能？石先生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知道我之前对你态度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但是柳氏集团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不能看着他就这么没了。求你帮帮我，只要你能解冻我的账户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是石真香，京海柳氏集团所有账户解冻，正常开展业务。就这么简单，3句话，我打了几10个电话都解决不了的事，他3句话就能搞定吗？怎么可能？刘总，奇迹啊！所有账户都解冻了，全部都解冻了。财务总监，你说，银行刚才还主动打电话过来，说要给我们追加20亿的授信额度，利息还降到了最低。供应商那边我已经通知了，他们听说账户解冻，都散了。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我就走了。相亲黄了，我也没必要留在京海了。你好自为之。别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说话，不该看不起你。我请你吃饭，我给你赔罪，你想吃什么都行，京海最好的餐厅随便你挑。柳天雄肯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，我要是走了，恐怕他撑不过3天。好，石先生，之前的事真的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该那么对你说话，我自罚一杯，给你赔罪。没事，我本来也没打算跟你计较。石先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从来没听说过京海有姓石的大家族能一句话调动全国所有的银行。我家里是做全球投资的，有点小钱，在国内有一些产业，具体的不方便多说。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相亲，是遵从我爷爷的遗愿，他和你爸是过命的交情，让我回来保护你。保护我？我好好的，为什么需要保护？真香啊，见到如烟了吧？怎么样，人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我跟你说，这门亲事可是你爷爷和你柳叔当年亲口定下的娃娃亲，你可不能给我搞砸了。娃娃亲？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爸说过？如烟啊，你爸没跟你说，是怕你有压力。半年前你爸出车祸前，特意飞到国外找你石爷爷，说柳家内部有人要害你，想吞掉整个柳氏集团。他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，就求你石爷爷一定要保护你。你石爷爷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件事儿，特意嘱咐真香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帮你坐稳董事长的位置。我一直以为父亲的车祸是意外，原来父亲早就知道自己会出事，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那我爸有没有说是谁要害我？他没明说，只说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所以我们才安排了这次相亲，让真香以未婚夫的身份留在你身边，名正言顺的帮你。最亲近的人，难道是柳天雄？除了他，没有别人。王爸在飞机上敢那么慌光，就是因为有他在背后撑腰。他让王爸脚踝相亲，就是怕我帮你。柳天雄是我的亲二叔，是父亲唯一的弟弟，我一直把他当亲人看待，什么事都跟他商量。没想到，想要害我的人竟然是他。你看，你快看，他真的要罢免我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他既然敢让王爸在飞机上动手，就肯定准备好了后手。可是他是我亲二叔啊，我爸走了之后，我一直把他当最亲的人，公司里的事我什么都跟他商量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在利益面前，亲情一文不值。凭柳氏集团的市值，足够让任何人翻脸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董事会3天后就开了，他已经联合了3个元老，我手里的股份根本不够。别急，
他想玩，我就陪他慢慢玩，一步一步来，先看看他下一步出什么牌。刘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所有核心供应商全部都停止供货了。刚才半个小时，我们接到了17家供应商的电话，都说要终止和我们的合作。什么？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我们跟他们合作了10几年，从来没有拖欠过货款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打电话问他们，他们都支支吾吾的，只说不敢得罪柳副总。刘总，商场那边出事了，10几个大品牌的商户集体要求撤柜，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跟着刘总干没前途，柳副总已经答应他们，只要撤柜，以后给他们免半年房租，还抽成减半。柳天雄，二叔，侄女啊，听说公司今天不太太平啊，供应商断供，商户撤柜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是你干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一个黄毛丫头根本撑不起柳氏集团。识相点儿，现在主动辞职，二叔还能给你留个副总当着？你做梦！柳氏集团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绝不会把它交给你这种小人。小人？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二叔不客气了。我告诉你，3天后的董事会，你这个董事长必须下台，不然我让整个柳氏集团彻底破产，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别急，他断你的供，我断他的钱。断他的钱？怎么断？他的私人账户都在海外银行，我们根本动不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我想查就没有查不到的，这些银行全都是我家磐石财产控股的。你现在给他们行长打电话，就说我说的，停止对柳天雄所有公司的一切金融服务，冻结他所有的个人账户和企业账户。真的可以吗？打了就知道了，现在就打。第一个打给金海银行的刘行长，他是柳天雄最大的债主。刘总您好。刘行长，我是柳如烟，我想跟您说一件事，麻烦您立刻停止对柳天雄名下所有公司的贷款，并且冻结他所有的个人账户。刘总，这是石真香先生的意思。石先生，好的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立刻安排，5分钟之内保证全部冻结。刘总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等着吧，不出10分钟，柳天雄的电话就会打过来。柳如烟，你对我的账户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所有银行都把我的钱冻结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是银行自己的决定。放屁！肯定是你搞的鬼！我告诉你，赶紧让他们把我的钱解冻，不然我让所有供应商永远都不跟你合作。是吗？那你就试试。我倒要看看是你先撑不住，还是我先撑不住。你好，算你狠！我现在就让供应商恢复供货，但是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太好了，刘总，我们赢了！柳副总这次肯定气疯了。谢谢你，石先生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用谢，这只是第一回合，柳天红不会就这么认输的，他肯定还有后手。你看，他果然还有后手。意料之中，断了他的钱，他自然会从别的地方下手。技术团队是柳氏集团的命根，他当然不会放过。那怎么办？那些技术人员掌握着公司所有的核心专利，他们要是走了，我们正在研发的5个项目就全废了，光是违约金就得赔10几个亿。别急，他能挖人，我们就能留人。明天他们肯定会集体来辞职，到时候见招拆招就行。可是柳天雄给他们开了3倍工资，还答应给股份啊，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跟他抢。钱不是万能的，有些人不是光靠钱就能收买的，就算能收买，也一定有软肋。刘总，这是我们技术部全体人员的辞职报告，麻烦你签一下字。赵凯，我待你不薄吧？我爸当年一手把你提拔成技术总监，给你开的工是行业最高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刘总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柳副总给我们开了3倍的工资，还答应给我们每个人0.5%的股份。换作是你，你也会走的。3倍工资，股份，他就是个骗子。等他当上董事长，第一个卸磨杀驴的就是你们。哼，那也比跟着你强。跟着你，我们一辈子就是个打工的。就是啊，刘总，你就别拦着我们了。我们已经跟柳副总签好合同了，今天就走。你们不能走，公司正在研发的新能源项目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这个项目能给公司带来几百亿的利润。你们现在走了，所有的心都废了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刘总，赶紧签字吧，别耽误我们去新公司报道。我不签，你们要是敢走，我就告你们违反竞业协议，让你们赔偿巨额违约金。竞业协议，刘总，你忘了，柳副总早就帮我们解决了，他已经替我们准备好了违约金，而且还承诺所有的官司都由他来打。刘总，我劝你还是识相点，不然等柳副总当上董事长，你连现在这个位置都坐不稳。3倍工资，0.5%的股份，确实很诱人。那是自然，你也想跟着我们混，可惜啊，我们技术部不收闲人。把他们所有人的身份证号给我。你要身份证号干什么？查他们的底细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怕。查我们的底细？哼，随便你查，我们行得正坐得端，什么都不怕。你自己看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我想查，就没有查不到的。挪用公司公款800万去赌博，输得一干二净，转头又向柳天雄借了3000万高利贷，利滚利现在已经滚到5000万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赵总监？这件事我做的天衣无缝，连我老婆都不知道，他怎么会查得这么清楚？柳天雄答应你，只要你带着技术团队跳槽，就帮你还清这5000万的债务，再给你2%的股份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现在所有的账户都被冻结了，连自己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拿什么帮你还债？等他当上董事长，自然就有钱了。他当不上董事长的，就算他真的当上了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你手里握着他这么多把柄，他怎么可能留你？李伟，你也看看你的那份。你们每个人的文件我都准备好了，有人酒驾撞人逃逸，柳天雄帮你摆平了；有人收了竞争对手的回扣，柳天雄帮你瞒下来了；有人欠了网贷还不上，柳天雄帮你还了。你们以为他是在帮你们，他只是在攥着你们的把柄，把你们当枪使。等他利用完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被逼无奈，现在我给你们一个选择，要么留下，我和石先生帮你们解决所有的麻烦，还清所有的债务，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；要么走，你们的把柄我会原封不动地交给执法人和你们的家人。柳天红答应你们的一切，他一个都兑现不了，你们自己想清楚。刘总，我留下，我是被柳副总逼的，他说我要是不跳槽，就把我欠网贷的事告诉我爸妈。我也留下，柳副总根本就不是真心对我们好，他只是想利用我们搞垮公司。我也留下，我也留下。刘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被柳天雄威胁背叛公司，我愿意留下，戴罪立功。刘总，我也错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，跟着柳天雄干这种事。谢谢你不计前嫌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再也不会背叛公司了。好，我相信大家，都回去工作吧，之前的事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太好了，刘总，我们又赢了一局，柳天雄这次肯定气疯了。柳如烟，你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接下来他会干什么？他现在钱和人都没了，只能走最后一步，舆论战。舆论战？他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无非就是在网上造你的谣，败坏你的名声，让股东和股民对你失去信心。这样一来，董事会上他罢免你就名正言顺了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我爸待他不薄，他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今晚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，网上肯定会铺天盖地都是你的黑料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这些全都是假的，我根本没有私人飞机，那些照片都是合成的。
开盘才半个小时，已经跌了15%了，市值蒸发了30多亿。几个大股东都打电话来质问，说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就要抛售手里的股份了。别慌，立刻让公关部发声明澄清，把所有证据都摆出来，证明这些都是谣言。我已经试过了，京海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被柳天雄买通了，没有一家愿意发我们的声明，就连我们自己的官方账号都被限流了。难道我真的要眼睁睁看着父亲一辈子的心血毁在柳天雄手里吗？姑姑，如烟，网上的事我都看到了，别慌，姑姑帮你。姑姑，谢谢你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傻孩子，跟姑姑客气什么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你爸。柳天仁心术不正，他要是当上董事长，柳家就真的完了。如烟，有一件事我瞒了你半年了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爸的车祸不是意外，是柳天雄干的。你说什么？绝对不可能！他是我亲二叔啊，是我爸唯一的弟弟，他怎么可能害我爸？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，但证据就在这里。这是当时车祸现场一辆私家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来，我花了200万从那个司机手里买的。我拿到它已经半年了，一直不敢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柳天雄在公司经营了10几年，到处都是他的人。我要是贸然拿出来，不仅扳不倒他，反而会把自己搭进去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帮你了。阿强，是柳天雄的贴身保镖阿强。原来父亲临死前拼命给我打电话，不是要说工作的事，是要告诉我真相。原来我这半年来一直信任依赖的二叔，竟然是杀害父亲的凶手。柳天雄这个混蛋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为我爸报仇。如烟，别冲动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不仅报不了仇，反而会害了你自己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吗？他杀了我爸！我们当然不能无动于衷，但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。明天就是董事会了，我们要在董事会上当着所有股东的面把他的罪行公之于众，这样才能彻底扳倒他，让他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相信我，明天我会让他为自己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石先生说的对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，我手里还有10%的股份，明天董事会上我会站在你这边。好，我听你们的，明天我要让柳天雄血债血偿。你们不能进去，刘总已经下班了。滚开！我是公司的副总，我想进哪里就进哪里。柳天雄，你干什么？有人举报你挪用公司公款，中饱私囊。我作为公司的副总，有责任也有义务查清这件事，给所有股东一个交代。不松！把所有的账本和文件都搬出来，我倒要看看这位柳大董事长到底贪了公司多少钱。柳天雄，你太过分了！档案室是公司核心机密区，没有董事会授权，谁都不准进。授权？我就是授权。等我明天当上董事长，整个公司都是我的。我劝你今天晚上好好收拾东西，主动辞职，不然等明天董事会上被赶下来，那可就太难看了。带着你的人滚出去，不然我让保安把你们全部扔出去。你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明天董事会我让你们一个个都滚蛋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明天就是最后一战了，我一定要让柳天雄为他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都到齐了吧？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会。今天会议只有一个议题，罢免柳如烟的董事长职务。哟，侄女儿，你还敢来啊？我还以为你昨天晚上就卷铺盖跑路了呢。少废话，有什么话赶紧说。柳如烟上任才半年，就因为经营不善，导致公司亏损了整整20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挪用公司公款，给自己买名牌包、买豪宅，生活奢靡。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我们柳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没错，刘总年轻气盛，根本不懂怎么管理公司。再让他当下去，我们柳氏集团迟早要破产。我同意罢免柳如烟的董事长职务，我也同意。侄女，
事到如今，你就别硬撑了，主动辞职。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我给你留一套市中心的房子，每年再给你100万分红，够你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柳天雄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哦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难道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不成？这里是我们柳家的董事会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进来？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保安，你们都死了吗？把这个外人给我赶出去！柳副总，不用喊了，公司的保安队已经全部更换，现在由我全权负责安保工作，没有石先生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出这个会议室。你说什么？谁给你的权利更换保安队？我给的。我现在持有柳氏集团41%的股份，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我有权更换公司的任何部门负责人，包括保安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柳氏集团的股份都在我们柳家人手里，你怎么可能有41%的股份？你以为你冻结了我的账户，我就没办法了吗？这半个月，我已经陆续收购了10几个小股东手里的股份，加上磐石资本之前持有的15%，总共41%。这是股权证明，上面有公证处的公章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看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柳天雄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还有一件事忘了跟大家交代。柳天雄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爸待你如亲兄弟，把你从一个普通员工提拔成公司副总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。你为了抢董事长的位置，竟然亲手害死了他。是又怎么样？凭什么他柳建国就能当董事长？凭什么柳氏集团就是他的？我也是柳家的人，我也有份儿。他就是个蠢货，竟然想把这么大的公司交给一个黄毛丫头。我杀了他是为了柳家好，是为了柳氏集团好。你放屁！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你根本不配姓柳。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毁了这个证据。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！柳如烟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石真香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没有机会做鬼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就在楼下等着带你走。现在我提议罢免柳天雄的副总职务，开除其党籍和公司一切职务，同时继续由柳如烟担任柳氏集团董事长。同意的请举手。如烟，恭喜你，你爸在天有灵，也可以安息了。石先生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答应爷爷的。